大家好，比特币昨天暴跌，跌破10.7万美金。那记得今年初的时候，1月20号，当时在这个高点的位置平过一些多头的仓位。我也是在想，如果目前的比特币它真的要再下去，也在想办法100叉再做多，再增加一些仓位。或者等下来聊聊，群上面有朋友也是在问10万美元的比特币会不会跌破，因为昨天内幕巨鲸又在做多了，有可能这个位置川普也在看涨，所以一些老单子反正目前我还是在持有。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有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现货合约各交易一笔，没有金额限制，可以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联系我们，把你拉进交易群。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12天的图表。相信技术派应该听过一句话，机会是等出来的，不是天天在市场里面去找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普通的 MACD 指标，你把时间切换到12天的这个图表。那我们看一下，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反正我也是等了好几年才等到比特币2022年的这一轮熊市。你可以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比特币 15K 到 20K 左右，反正在底部的时间 all in， 或者是这个下降趋势被突破的时候，你再看到12天的这个 MACD 指标，它的胜率是接近100%因为我们看一下，等了4年的时间，4年之前的2019年，可以看一下，当时也是一大轮的熊市。而且熊市的空间，如果跌幅很恐怖的情况下，70%。2022年也是一样，跌了接近70%。那你可以看一下在底部的位置，看到它突破这一个下降趋势，这个12天的 MACD 指标黄金交叉，你等了好几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扭转人生财富自由的机会。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更早之前，又是4年之前，一大轮熊市，比特币下跌超过70%，而且我们看一下，当你在底部看到就是这一个 MACD 指标，它黄金交叉或者是这个下降趋势被突破的时候，所以除了这一个下跌的空间70%，那你能不能在这一个趋势突破之前领先反应，在底部的位置去抄底？你可以看一下低点更低，低点更低，下方的 MACD 指标它是在背离所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3年之前，为什么希望朋友们2万以下的比特币你要去 all in， 1000美金那个以太坊你也要去 all in。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是同样低点更低， MACD 指标在呈上升的结构，所以这个位置要大胆的去抄底。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自比特币后面价格涨了好几倍，10万以后也是一直提醒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包括那些山寨币。我是感觉特朗普好像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也是在看涨比特币。因为我们先来聊一下技术图表，那等下来配合那一些或者是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上一轮的这一个调整，从7万5左右后面跌到5万，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12天的 MACD 指标，它是红色放了5根到7根左右，后面是不是开始呈上升的结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那你可以再提前比如说当时为什么在 75K， 建议朋友们包括群上面，反正我 75K 做多是没有设止损，就是因为这个位置1、2、3、4、5，而且又是前面这一个高点的支撑。那现在的比特币它其实也是跌到前面这个盘整区，昨天不是有提到，我感觉这个盘整区的高点有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而且我们配合这个 MACD 指标，1根、2根、3根、4根、5根，所以这个位置要上去还是有机会当然也有可能短线它目前还是在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链上，也就是这一个钱包 AE 结尾的，全网判断它有可能就是川普或者是内幕消息直达白宫的内幕人士的钱包。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之前在1011暴跌还没有跌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钱包它是开了近10亿美金的空单，然后短短的一天比特币不是崩盘到接近10万美金，然后一天时间就赚了接近1亿美金。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它是在做空，
然后就这2天，比特币跌到10.5000美金附近。昨天晚上它又开单了，目前整个比特币的头寸持仓是350枚，以及以太坊持仓目前是5000枚。不过我们去留意一下，它整个持仓的市值是比之前的10亿美金，感觉头寸是偏少啊。两笔加起来的话是接近6000万美金。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那既然内幕巨鲸它是在做多比特币，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川普也是在看涨比特币，不一定会把这一个10万美金，就是这一条绿色的线会再跌破这一个10万美金吗？当然我的观点也是一样，至10万以后比特币你尽量要控制好自己的资金头寸，如果是新进场的资金不要全部进去 all in， 因为该 all in 的话2-3年之前的视频反正是天天在喊大家 all in， 但是至10万以后或者是留一部分资金然后去防有没有可能万一真的再跌破这个10万美元。那我们看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11月3号也就是昨天这一根大跌，反正最近有跌的话，鲸鱼也是继续买了3167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几天有提到，如果比特币真的是在一个箱体区间盘整，当然它也有可能突然间挖一个坑，然后价格又回到这个区间。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整个盘整区间里面，它这种多头抵抗的 K 线、插入线、多头吞噬，就是这一根 K 线把前面这一根下跌的实体全部给它吃掉，这种叫做多头吞噬或者是多头吞没，以及这个位置也是多头吞噬。那像这一根 K 线大跌，然后第二根实体马上收盘收在这一个实体里面，就是没有穿过一半，也没有把这一个实体全部吃掉的这种蜡烛，我一般是称为多头拇指线。以及这一根下跌也是一样，第二根实体是收在这个实体没有超过一半，这种也叫做多头拇指线，就是一个多头抵抗的 K 线，或者是这2根也是一个多头吞噬。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昨天一根大跌，现在盘中已经开始又在走多头拇指线，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多头抵抗，就是它不一定会跌得很深，就是可能在这个区间盘整，要防有没有突然间洗一下然后价格又上去。因为这2天也在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当时 50K 左右就是这个区间盘整，里面也是很多组多头的蜡烛，然后但是它会有插针，以及我们看一下当时在就是2023年 25K 的这个低点，它也是一大片的多头抵抗的 K 线，这边也是一样一大片，就是重心感觉给人造成一个假象啊，比特币要开始走凶了。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重心给人造成一个假象，比特币要走凶了。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些位置全部都是陷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上面，也就是这个小组啊，2023年10月13号，当时这笔多单是免费通知的，而且没有编辑过，就是 26.6K， 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反正当时我是开了接近1000美金的头寸，价格就是在 26.6K。 所以我们再回到当时的图表，也就是在这个地点，后面价格就暴涨。然后我们看一下，那现在的比特币，反正先判断吧，目前价格区间是在盘整，你去观察，万一它有瞬间跌破，要不要在低点的位置少量去做多？10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不要去大量，我一般要尝试的话，最多几百，或者是不会超过1-2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昨天蜡烛也是把这个支撑给跌破，那或者就观察吧，这一个白色的线大约是在3500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昨天也是把这几个灯芯的低点给跌破。那或者狗狗币短期先观察吧，先看比特币什么时候会撑住，那有可能狗狗币才会撑住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